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庄旭，你别骗自己了。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是选择。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择了。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都跑到这儿来找我，生日宴上不开心？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啊？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赶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见证廉洁的美男子。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得怎么样啊？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
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了？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逊。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席教授的团队啊？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那就好。Until that day, I'll play the game. I'll dream away. It'll be the same to you. Near me. 雨伞，怎么了？没什么。你冬天的衣服要不要一起送洗啊？好呀，人多的话是不是有团购优惠啊？当然有啊，不过你这话有点不符合大小姐身份吧？你再乱喊，我不请你吃饭。那林总呢？你不请，林总请也可以的啦。林总肯定听大小姐的。今天深圳的设备放过来，早上我都在厂区，中午就在那边吃了。知道了。我们公司的特色，副总要向员工汇报行程。给我看你手机干嘛？屏保很甜，我知道啦。我是让你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所以呢，这是男朋友汇报日常而已。西瓜，你变了，不再羞涩了，居然发起狗粮反击战。我总要有点长进的吧？啊，好了，上班了。舅妈，西瓜，你上班了吧？哦，我刚上班。舅妈今天特意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因为有一桩工作想跟你谈。工作？对，我们程瑞最近在进丰腾集团苏州智能数字中心的设计标。上次参观完你们公司后，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跟你们合作，在建筑设计方案引入 BIPV 的概念，设计一座绿色节能建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当然有兴趣。那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上设计团队到你们公司，大家一起探讨下方案可行性。我们随时有空。行，苏州近得很，我们下午就到。好。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念希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不是。明明没有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念希光，
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love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希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你一上吗？直扯他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希光没关系。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你要问庄旭？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希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他又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你在胡说些什么？叶柔，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我们不妨各奔前程。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希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那就好。
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谢师姐。聂西公，是聂西公。师姐说的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西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他为什么不会？事实就在眼前，庄旭，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也许通知的人漏掉了你的电话。庄旭，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西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为我的怀疑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西光当众对质。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听谁说的？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知道了。哥，你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过问。江瑞娜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为什么那么说？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儿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度？不就也用得上吗？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待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是吧？周阿姨，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西瓜了，真是女大18变，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个点儿起来，怎么还2个大黑眼圈啊？我没睡好。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严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好。
拿过来这边吃吧。好呀。希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嗯，他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他去厂里历练一下。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他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希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不着急，起码要谈个2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1、2个月才能见个面。知道了。这就不好意思了，头都埋到碗里去喽。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你高兴去吗？去哪里啊？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我可以啊，妈妈你想去就去，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好。